实呢，我们的孩子根本他就不是真正的理解这件事背后的有什么可怕的严重的后果，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危险。危险这个字，它只能从字面上理解，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越是年龄小的小孩子，它越抽象。更何况我们应该听过一句话吧，不到黄河心不死。其实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明知是错的，你也会想要尝试一下，那就是因为第一，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你会产生什么样严重的后果。第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虽然知道这件事是有后果的，但是我没有尝试过，我还是会不死心。那同样的，对小孩子来讲呢，那就是更加顺理成章的出现在他们的心里了。他们不知道这件事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不听妈妈的话，妈妈爸爸会不开心。那对于传统的中国的家长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比较专制，他们会用打骂的形式。小孩子呢，对爸爸妈妈在小的时候，他们会比较有权威感，所以他们会害怕爸爸妈妈，会害怕妈妈不开心，然后会令到我可能会被骂呀，会被打呀，那小孩子就会害怕，他可能会把你的建议当做一回事，他不敢去动，不敢去碰。但是对好奇心强，而且呢比较勇敢的小孩子来讲呢，他不一定会惧怕父母的权威，他的好奇心远远胜于他对父母的惧怕。特别是像这一类比较开明的家长，其实小孩子对父母的爱有着满满的自信，满满的安全感。他知道爸爸妈妈爱他，他不担心。如果他可以 say sorry， 他可以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或者他哭了，那爸爸妈妈一定会原谅他。所以那他为什么不敢去尝试一下呢？因为他太想了，他太喜欢了。所以这个就是导致孩子不肯接受父母的建议和劝阻，而去做一些危险行为或者不当行为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教育孩子去听从别人的劝告，也不能教育到孩子做一件事情前先要考虑一下别人的建议和意见，然后做好一个准备，对这个事物有了了解才去做的话，那就变成了非常的鲁莽的态度。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的人生也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呢会面临很多的伤害啊，或者造成对别人，甚至不是自己啊，是对别人都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和影响的。当然了，这件事还没有解决呢，你总不见得把家里的那些红油漆一直留着嘛，对不对？那我们还有后续的一系列的工作要进行啊。那这些呢，我们都要抓住点点滴滴的机会。其实在生活当中教育小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呢跟小孩子一起讨论一下，那怎么办呢？这些红色留在家里太脏了，太难看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你可以跟小孩子一起讨论，让他提出一些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点的指引。那千万不要把答案就直接就交给小孩子说，哎，有一个什么东西怎么，你可以让他一起去寻找这些答案和解决方式。那这一个过程非常重要，这个过程是小孩子需要思考了，需要参与了，需要动手了，从中也是教育小孩子怎么样去面对自己所做错的事。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全部完成以后，孩子从中会学到，其实所有的错误都是可以挽回的，但是你必须承担它的后果，然后呢，要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小孩子才不会自暴自弃，以后将来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他们才会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和解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建议带着小孩子去 Home Depot 这些店里面呢，
让他去提出问题，去问那边的职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清洗掉我手上的油漆吗？有什么可以帮助我清洗掉家里墙壁和这个窗户上的油漆吗？在这个时候，小孩子首先要面对，勇敢地告诉别人，是我顽皮做了这件事，错了，那我现在想要办法解决。那我相信那边的职员呢，会告诉他有什么呀，是怎么样去可以做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也学到了一些生活的技能一些小知识。那回到家的时候呢，也可以跟他讲说，这些喷的油漆或者这些药水，这些化学的物品嘛，它会有一些刺激的味道。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我们吗？因为你闻到的话，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跟他讲。那小孩子他应该会想到，比如说用毛巾用口罩特别是这段时间大家对口罩都非常熟悉了，那他就会想到用这些方法。那你就让小孩子去按照他想的东西去做，那这都是一个他在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呢，他再把这些红色油漆从他的手臂上、他的墙壁上怎么把它涂掉然后窗户上怎么样涂掉，这个过程并不是非常简单的，让孩子去做。千万不要担心说，他太累了，然后他太小了。其实不要这样做，你可以跟他一起做，但是一定要让他参与，而且让他感受到这个不容易的过程。那他感受了这一点以后，他以后才不会轻易鲁莽的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认为我们父母应该抓住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对孩子进行教育。那这样的话，你的孩子成长以后，他是会非常有自省能力和克制能力，而且他要做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不是不可以，而是要了解清楚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吸取别人的教训和意见然后再去做。那你说，如果你的孩子还是非常聪明能干的，有各方面能力和潜力的，他能不成才吗？针对这一些特别大胆好奇心特别强的孩子，就像我朋友的这个男孩一样那我们平时呢，其实也要让他们有一些经历，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危险，什么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下背后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除了上次的这个一些分析以外，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他去看看火。那你知道家长一般都会教育小孩子，火是不能玩的。那我们在陪伴他们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那么我们可以带小孩子去看一下火苗。火苗呢是会有不同的颜色的，用不同的材料去燃烧的火，比如说蜡烛煤气的火那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不同的颜色，甚至仔细观察呢，火苗是一层一层的，小孩子会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你也可以问一下小孩子对这个火有些什么样的感受。那小孩子一般都会觉得这个火苗在跳跃闪烁的非常吸引人，非常活泼，非常可爱的。然后呢，可能觉得火呢这个颜色是非常温暖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问小孩子，火那么可爱，那你会觉得它对人有伤害吗？那这些小孩子他很小，其实他可能有听过，从老师那里或者从爸爸妈妈那里他们听过火是很危险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真正能了解这个火吗？他们一定从来就没有了解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让小孩子伸手去触碰这个火苗。那如果一碰就拿走，他应该是没什么感觉的，甚至他觉得有一点点温暖。但是你可以让他再尝试的时候呢，时间长了接触这个火苗，他会感觉到痛，甚至有可能把他手上烫出一个小泡。但是这种的在就是控制范围下的伤害呢，我觉得对这一类比较大胆的小朋友呢，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他感觉到了痛，他就会知道这看起来非常温和美丽的火，原来真的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所以呢，爸爸妈妈不让我玩。
然后这个探索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影片呐、新闻呐、报纸啊，甚至在 LA 的家长们有一个条件是，我们会有山火啊。那这样呢，就可以很实际的从生活当中让孩子感受到火对人类的影响。火是可以让很多的家庭没有了房子，然后呢丧失了亲人，他们就是那种痛苦的表情啊，或者非常麻烦的一些事情啊，要搬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像这些比较实际的例子，会让孩子体会到一些他们原本不懂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这样的话呢，等到下一次妈妈再跟他说，再跟这个小孩说，这是危险的，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那他们呢，就会对妈妈的话更加有信任，他们就会尊重妈妈的这些意见。可能他会停下来想一想，想到上一次的事情，想到那个火的实验，那小孩子就会慢慢对一些事物的危机意识，他就会被建立起来。所以呢，当然了，有些小孩子胆子小，我们可以不一定使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对于一些真的是比较大胆，然后好奇心特别强的小孩，这一类的教学的模式呢，是非常有必要的。